什么方法？这瓶酒275毫升，酒精度5%，酒精含量还不到20毫升。科学证明，每天人体摄入不到20毫升的酒精含量，对心血管是有好处的。我不能酒驾。我们已经找好代驾了。只要你想跟小叶姐复合，就喝了这瓶酒吧。 我还是不认为你们的方法对我有用。来，歇会儿再跳，来哥几个，喝一个啊！人生难得开心，干！小心喝醉啊，少喝点啊！来，擦擦汗啊！我有个问题，应该没有比我再优秀的男人了。没有。为什么顾小艺他要跟我离婚？为什么？你要想弄清楚他为什么跟你离婚呢，你首先要明白婚姻是什么。哎，默默，别下手！你别制止他啊！你说，为什么？你说，本来就是吗？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婚姻就是一对情侣结婚以后的一种夫妻关系啊，它受到了法律的保护，对不对？同时呢，打住！我是让你形容婚姻这个感受，我不是让你下定义的。那你说，为什么？婚姻啊，你得把它想象成一个人。你说一个人难免会有发烧感冒的时候吧，你不能一生病了啊，你就寻死觅活的吧。就是啊，婚姻啊，难免有些小摩擦，你要学会聆听，学会跟对方沟通，把你的内心展示出来，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。我够爱他的，我一直在付出。我按照书上说的啊，我每天晚上跟他说晚安，我一周陪他逛1次街，我只要出差我就带回一大堆的礼物，这不是爱吗？这不是爱吗？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给予的太多了，你从来不问人家需要不需要。是，再说了，你在人家顾小艺之间不还有一个女人吗？你这让顾小艺感受到了威胁，他对你有一种极大的不信任。不可能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对你们的婚姻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吗？当然了，我不允许任何威胁到我的婚姻。一旦我发现危险，我就会立刻的制止他。那你都怎么制止的呀？很简单的办法啊。干什么呀？你们想套我话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够了！你们这群彻头彻尾的废物！我决定了，我接受离婚协议，我要跟你们终止合同。啊？让开！小样。哎呀妈，完了，又
打进一瓶。不是怎么好多都就终止了呢？No， 不能保证在线人数的话，我肯定是不能参加的。重要的是入口，你的宣传平台到底肯出多少资源呀？我有话要跟你们说。啊，你干嘛你啊？今天有人跟我说，如果爱一个人的话，就要给对方空间。如果我给你空间的话，你还会离开我吗？我家里现在有事儿，我等会儿给你打过来啊，挂了。没看见我这打电话的吗？非得现在谈？对，就是现在。你谈吧。说呀，让你说你又不说话了。我同意离婚。你喝酒了？你别管这个，我现在很清醒。你提的所有的要求我都答应，但是我也要提要求，我要有天天看到甜甜的自由。你笑什么？我觉得很可笑，我想笑，你管得着你？你要自由。你第一次遇到我的时候，你给过我自由吗？你把家里生活的一切都变成了数字，我也想要自由。小姨，你听我说好吗？不，我听你说的太多了，你听我说，爱是尊重对方，没错，可是你知道的太晚了。一个蛋糕，我可以往上面加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各种各样的水果做点缀。以我的工艺，我可以把它做得精美绝伦。可是，一旦这个蛋糕胚坏掉了，不管我再加多么奢华的装饰，都是徒劳，谁也无法掩饰从那耳外而散发出来的腐臭。别说了。安公，你为什么要当复合大师啊？说来话长，你想听一下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吗？好啊，我爷爷曾经是矿场上的工人，30多岁的时候，因为一次工伤，摔坏了腿。后来他下半辈子只能拄拐了。其实那个拐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从后山上砍下来一个破树枝。我爷爷和我奶一起过了60多年。后来我爷爷去世了，留下了一个破拐杖。大家都说这拐杖也没什么用，就扔了吧。我奶死活不让。后来我奶腿脚也不好了，就一直用着那个拐。那个拐你知道，就是用那种胶布和铁丝箍起来，还能勉强凑合能用的那种。直到我奶奶临终前，我问她，我说奶奶，拐杖都破成那样了，为什么还不扔啊？
还说，东西坏了为什么要扔呢？修修补补还能用。其实离婚不是婚姻的问题，而是人的问题。我们复合大师就是帮助大家修复这些问题。爷爷奶奶的故事真让人感动啊。那你呢？你是怎么修复自己的感情啊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和你姐呀，认识在年少时代。后来我们俩都长大了，才意识到，我们俩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物质，就像油和水，永远不能相融在一起。关公，咱们喝茶吧。寡油。什么都不要说，静静的聆听。哎，你们俩说昨天晚上蒋默然怎么总说那种那么奇怪的话？这还不简单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每一个拘谨的灵魂里都有一颗骚动的心。想想喝了酒的蒋默然，那疯狂而又销魂的舞姿。二位老大，我说的不是那个事儿，我说的是他说解除合同的事儿。这很明显，这就是那分手大师搞的鬼。而且，不是，那是很明显的。每次在关键时候分手大师一定会说。蒋默然发来了解除合同的补充协议。因复合并未见效，因此本人并不支付任何费用。啊？而李段等人策划的蛋糕人行动失败，加剧了复合双方关系的恶化，因此扣除部分定金，限5日之内如数退还。哇，不是，这人也太不通情达理了。咱忙活半天没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哎，你说说咱们啊，忙前忙后，他把咱们炒了不说，还让咱们退钱，简直丧心病狂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撮合他们在一起，反而就是害了顾小艺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完全无法苟同蒋默然的做法。这老大，你还有心情跑步呢？蒋默然刚发来的解除合同的补充协议，您过目。裱起来吧。啊？这是咱们事务所的耻辱，引以为鉴吧。挂哪儿？挂你家卫生间。那样我会便秘的。虽然昨天蒋默然婉言地拒绝了我，但是在聊天过程中，我觉得他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感兴趣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可能性很大。Yes！ 早晨，蒋默然已经给复合那边发了解除合同的协议书。噔噔。看来蒋默然是真的动心了，时间紧迫，必须趁热打铁。
蒋默然。接。喂，蒋先生你好。哎，行，不好意思啊。他说要约我再谈。OK， 没问题，蒋先生。嗯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我记下了。好的，那明天见。加入黄油、白糖，然后呢，用这个电动打蛋器搅拌至均匀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加入低筋面粉，这个面粉呢大约加1半，然后用这个橡皮刮刀从底下往上翻，下压，搅拌至没有粉为止。对的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个酥皮泡芙呢，做好了之后不能马上吃，为什么呢？就像我们的婚姻和爱情一样，够甜够香，但是里面的奶油也够烫嘴哦。离婚协议我签了，找个时间见面吧。直播呢，干嘛呢？小意思烘焙，烘焙小意思，大家好事顾小意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蔓越莓蛋糕，酥皮泡芙。哦，哎呀，今天脑子有点短路。下一步哦，该预热烤箱。对，烤箱。然后呢，我们把牛奶、黄油和糖混合，加热至沸腾，沸腾约1分钟。好，我重复一遍，把牛奶和糖、黄油混合加热至沸腾，沸腾约1分钟。老大，其实这次复合行动的失败错不在我们。那蒋默然跟林悠扬那情况完全不同。林悠扬是深爱着方淼，是方淼心里有个坎儿过不去，所以两个人才破除万难，复合成功。但是这次被复合方顾小艺才是个正常人，而蒋默然是个怪物，所以放弃蒋默然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教授，我说对不对啊？对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？周末今儿没来上班啊？喂，在哪儿呢？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来上班？我在外面有事儿呢。哎，对了，这次算是我跟你请假了啊，不许扣工资。拜拜。不是，喂，老大，不是我挑事儿啊，咱们事务所里面敢这么挂你电话的人，应该只有他了吧？哎，
叶子，你不懂事儿，你要对未来老板娘有最起码的尊重。老板娘可……老大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默默自己封的称号。找到了，老大。周末现在就在蒋默然公司的附近。哎，这蒋默然前脚发来解除合同的补充协议，后脚默默就到了公司附近了。这说明什么？不会跟上次林文阳案一样吧？难道他背叛我们了？我早就说过他有问题，你们偏把一颗炸弹放在身边，怎么样？炸了吧？蒋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这个是合同，您看看上面的条款，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可以及时提出来。合作年限能否再缩短？我可以放弃所有的休假。这个恐怕不行，2年时间是老板交代死的，1天也不能少。可以理解。那我需要一份异地安置费作为补偿。这个可以考虑。不好意思啊。喂。行动已经暴露了，一段他们正在朝你这边赶过来，你赶快撤。我让你马上离开，你听见没有，余光？已经暴露了。余光同学，你好啊。你们认识？女神，你好。女神？这又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形容在我心目中至高无上、独一无二的位置。放心吧，私事儿，跟咱们工作没有关系。这份合同写的真是漂亮，这待遇如此之丰厚。余光同学，我也是单身，不如把我也聘到你们公司里上班吧。对不起，女神，这份工作你不合适。我当然不合适，我也不是顾小艺的老公，也不是蒋甜甜的父亲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余光同学，我想问你一下啊，身为分手大师，有没有一种办法把分手大师和复合大师之间的孽缘分开的？这个你得问你姐啊。蒋先生，我隆重跟您介绍一下，您对面的这位先生，姓余名光，是分手大师得力的助手，全能天才。不过呢，到今天我也才知道，他最擅长的是撒谎。我想你有必要跟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咖啡喝吗？就是这儿，肯定就是这儿，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这儿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刚刚粉碎了一个分手大师的阴谋。蒋先生，有时间的话，我们重新谈谈合作吧。好。
险些啊，险些就签下来了，到手的鸭子就这么给飞了。能，让你接着能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各种预案全做好了，碰到万一情况怎么应对？然后呢？怎么一个回合都不到就让人打翻在地了？怪我喽？谁能想到女神会从天而降？太突然了吧！瞧你点出息！你每天跟我斗嘴的时候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你怎么一看见默默就怂了呢？周末跟你能一样吗？别看你们是姐妹啊，可是这悬殊也太大了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就在深海的泥里头。而最主要的是，周末在我心中是有性别的。我在你心中，我是无性人是吧？气死我得了！哎呀，就别埋怨我了。他这么突然一出现，我心脏差点猝停，能回来不错了。活该，失败的更好。那你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等等看吧，等等合适的时机，后发制人。说，有话就说。之前我一直以为周末在有意无意的给你汇报情况，所以你才能掌握复合大师的所有计划。但是今天的情况表明，这个内应不是周末，那他会是谁呢？没关系，你不说我也不会问。你是老板，我是员工，你付我工资就行。懂事儿。我对你们事务所的每一个人都做了技术评估，叶子10分，周末2分，包教授没分。我靠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！真的，就这个蒋默然，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他，他简直就是一个人形计算器，每天在这算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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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总觉得这哥们儿体内有一个异形。哎呀，恶不恶心啊你们俩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和这种人结婚确实挺悲催的。他们用感情、用公式套上去计算，这太可怕了。我建议，我们何不趁这个时候把这个 case 给退掉？哎，我同意。这种人啊，一旦咱们的行动不合乎他的预期和计划，他肯定会讹上咱们。哎，老大，你这水也太满了。气压差啊，不赖我。哎，这个蒋默然啊和顾小艺，他们就是不同气压，一个高压，一个低压，根本融不到一起。我建议啊，咱就别掺和了。对，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《水知道答案》？那里面写着，科学家有过研究，就是有那么一杯水呢，你经常跟他说一些赞美的话，它就能形成很漂亮的六角形，甚至呢还能结晶。可是，在这杯水里面，你要跟他说了一些恶毒的话，它在结晶的时候就会被打散，甚至无法结晶。我觉得水都有感情，更何况是人了。所以，只要我们努力，一定会改变蒋默然。我们相信水是有感情的，但是这本书那科学家的学位是买来的，人早就辟谣了。他写这书完全是为了卖他那纯净水。不是我打击你啊，默默，你什么时候也假模假式的跟我这儿掉书袋儿了？啊，跟我这儿上演恩公吗？我赞成默默说的。在日本有个叫木村的果农，他尊重自然规律，他坚持用一种无农药的方式来种植苹果，最后他坚持了11年，终于成功了。他种出来的苹果味道极好，而且不易腐烂。人们都说，这个苹果里汇聚了他的灵魂。恩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对蒋默然多一点点耐心。医生，我们做复合大师的，就是要去修复这样痛苦的相处模式。我相信，当我们修复了蒋默然和顾小鱼之间的感情之后，这背后的意义，我们一定能感觉到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理想。
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？啊，还乐呢？你今天无故迟到，应该提出严厉批评，知道吗？不过，鉴于你及时的识破了分手大师的阴谋，将功补过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你来咱们事务所第一次受到表扬，而且做得极好。给予鼓励。来，奖励你奖状贴脑门上。服务员，你好，你这咖啡太甜了，你帮我问问你们咖啡师，半糖知道半糖什么意思吗 ？Half sugar， 要不要我去给他讲解一下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给您换新的。服务员，你这支牛奶是得了糖尿病了吗？奶牛。一起换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么霸气？女人霸气都要感谢男人的栽培，没人挡风遮雨，只有自己披荆斩棘了。签好字了，回家给我不就行了吗？还约了这么难喝的咖啡厅，协议呢？我后悔了。签都签了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后悔，这可不是您一贯严谨的作风吧？我觉得吧，咱们都抓紧时间，赶紧把协议签了，谁也别耽误谁。你礼拜几有时间啊？小姨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不打算离婚了，你就自当我什么都没说，好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个成年人吗？什么都没说，你约我出来干嘛呀？你到底签没签？我确实签过一份协议，可目前它在碎纸机里，严格意义上说，它已经失效了。小姨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过比较好。我想我们还是走程序比较好。小姨。甜甜，跟妈走。我不走，我要等会儿爸爸。那在这儿吃吧，吃完了我送他回去。你不跟妈走吗？没事，你吃吧啊。大男人还有面膜，我选别的，活得还挺仔细。哎，咱俩不是和好了吗？说话怎么带刺儿呢？是哈，可能多年习惯成自然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俩纯属讨论业务，绝对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。如果他答应了，我们马上就说实话。
那比你们强啊！你们都已经拿着顾小艺的日记了，这么明显，蒋默然就是一神经病，你还帮他复合？切，你们那什么狗屁苹果树理论？哎，你觉得你可以拯救蒋默然吗？真把自己当救世主？嗨，咱俩谁把自己当救世主了啊？之前方表林有阳的事儿你咋想的？非得插一杠子？是林有阳拜托你了，还是罗曼曼拜托你了？像你这样倒贴给人家分手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如果是别人的事儿，我绝对不插手。但是像你这样，这种穿花蝴蝶都可以当复合大师，我确实是因为看不过眼才出手。哎，我在你这儿外号还挺多呢，还穿花蝴蝶，还有什么呀？你对哈，我怎么就说出个穿花蝴蝶来呢？哎，为什么说你嘴那么顺？可能还是因为你活该吧。我怎么活该了我呀？行吧，不管你们是卖苹果还是卖烧饼，我会盯住蒋默然，我不会让他再对甜甜还有顾小艺造成任何伤害。以前我是对人不对事儿，但是这件事我真的是对事不对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家庭是绝对完美的，有裂缝就该修补。像你这种一遇到事就砸锅拽碗一了百了的，十足的败家女。你说我什么？说你呢，败家女，而且你败的是别人的家，还不是自己的家。幼稚！我们看看到底谁在败谁的家。哎呦，他怎么知道苹果树理论的？您好，先生，一共是158块8，您是刷卡还是现金？你也可以选择支付宝或者微信转账。哼，跟我斗。您好，先生，您是刷卡、现金、易付宝还是微信？先生您好，您是刷卡、现金、易付宝还是微信？先生您好，您是刷卡、现金、易付宝还是微信？您是刷卡、现金、易付宝还是微信？现金、易付宝还是微信？蒋先生，实话实说，您这桩案子是我们事务所成立以来波折最多的。但是好事多磨，我们依然充满了信心。不过，蒋先生您呢？复合的决心是否像当初那么坚定？那当然。既然你复合的决心这么坚定，那你能不能向你们公司请1个月的假，把你的时间全部都交给我们，让我们来规定你的计划1个月恐怕不行。从经济成本上分析，再加上这个变量的最大值，最多1周吧。OK， 就1周。等等，是不是你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好了是1周呢？我怎么觉得像掉入了你们的圈套呢？我们这个计划呢，可能从经济上呢会有所亏损，但一定会让你从情感上有很大的回报。好啊，那在这段时间里，我都需要做什么？我要你忘记你。我？忘记我？对，你不再是你。这我搞不懂了。我既然都不是我了，这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既然顾小艺这么讨厌曾经的你，那我们就用这1周的时间，用你最熟悉的 VR 游戏和大数据的方法，去塑造一个有情感、全新的蒋默然。塑造一个全新的我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感情的。我们会找到你最强烈的那个情感，然后去放大它、增强它，让顾小艺知道你是一个有情感的人，从而去实现你的复合计划。
起。多少过去，多少情绪，最后你把门关得很紧，突然回忆都在眼眶里。那一次淋着雪的旅行，那一件搂着我的风衣，那一天才是我第一次泪光靠在你怀里。来不及，对不起，想答应不爱你，可分手的礼貌我们都客气。为什么我自己最边了的任性，心却还会输给你？来不及，对不起，答应的不爱你，偏没了争吵以来的自尊心。突然失落的我，隔着转身的你，陷了情绪，我输了自己。来不及，对不起，想答应不爱你，可分手的礼貌我们都客气。为什么我自己最边了的任性，心却还会输给你？来不及，对不起，答应的不爱你，